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8月15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解放军的演习声明把美军里根号招来了。那么国防网，中国的国防网2020年8月13号发表一个新闻啊，他说东部战区这个新闻发言人张春辉讲啊，最近解放军在东部战区啊多兵种、多方向、成系统出动兵力啊，是在这个台湾海峡的南北两端和台湾海峡连续组织实战化演练。那么就是想解放军在进行一个演习。后来我们再把这个演习仔细的分析一下啊，它其实是讲几个不同区域的演习，只是把它捏在一起啊。一个在哪里呢？一个在舟山群岛，一个在西沙群岛。其实呢，跟台湾海峡有没有关联呢？你从打开地图你就知道啊，其实没有太大的关联。但是呢，他把它说成是在台湾海峡进行的一个实战演习啊。那其实这是一个我们之前的节目上讲过啊，这是一个虚张声势的演习啊，是有名无实的，以台湾海峡为名义的这个演习啊，只是发表一个声明给国内国外看看而已。但是这个说法呢，其实还是招来了美军啊。美军太平洋舰队发表声明说，里根号航母打击群8月14号进入南中国海，进行海上防空演练，支持印度太平洋的自由开放。这个里根号的打击群进行空对空打击、战时搜救和防空演习，目的是增强海上联合力量对地区紧急局势的反应能力，保持战斗警惕性里根号航母的舰长、指挥官也发表讲话，说这个确保联合部队的反应能力和杀伤力，以确保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至关重要啊。那这件事情其实是蛮有一个叫什么政治意味的啊，政治意味。里根号航母是7月17号和尼米兹航母啊，这7月中啊，7月17号两艘航母同时进入南中国海，进行双航母的演习啊，双航母打击群的演习。这个演习一直到8月初才结束，然后到了8月8号里根号这个演习结束之后，8月8号里根号航母又到南海去啊，又到东海，其实在东海游弋啊。为什么？因为8月9号美国卫生部长阿扎访问台湾，然后这个8月8号呢，这个里根号航母就在东海游弋啊，策应这个阿扎的访台，一直到8月12号离开啊，然后里根号才离开啊。里根号离开的第二天，这个东海间叫做东部战区宣布进行演习，然后13号、14号，这个太平洋舰队宣布里根号又去南海演习。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是一个非常就是美军在在这个南中国海和东海区域保持非常高强度的这种演习和游弋的这个状态。中间中国穿插了一个说他在这个叫什么叫台湾海峡南北两端的一个演习，其实一个是在一个在这个浙江地区，一个是在
海南岛地区。我一说这个区域，大家就知道，其实如果真正的在台湾海峡演区，怎么着也是福建区域啊，福建。可是一个是在浙江，一个是在海南岛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啊，就是说，在南中国海的区域也好，在台湾海峡或者是在东海区域也好，其实呢，整个的这个海域，中国和美国解放军和美军之间的态势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啊。我举一个例子，2018年9月30号啊，在南中国海发生了一件事件，什么事件呢？就是迪凯特号，美军有个叫迪凯特号的这个军舰，在南中国海和这个中国的军舰发生了一个相遇，中国的军舰从后面追上迪凯特号超过它，然后呢减速这是一个就是在南中国海中国不是有一些岛礁人工岛礁那么美军就一直在南中海航行以宣示这个自由航行的这个意图。那么中国的海军呢，通常的情况发生什么呢？发生就是叫什么？叫驱离驱离，尾随、警告、驱离那么这一次为什么发生一个这样的情况呢？就是驱离不成，美军不理他，中国的军舰就从后面追上去然后插到他前面去减速。那么美军如果不想撞上呢，他就改变航道改变航线那么你可以看到，在南中国海原来的态势是一个这样的态势就是说，基本上美军还是保持一个双方保持距离一个这样的状态就是说，解放军的军舰也是保持一个相当的强势双方处于一个这种对峙的状态。所以才会发生一个2018年9月30号迪凯特号的这个情况。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从7月份到现在，中美两军的这个军舰在南中国海也好，在台湾海峡也好，在东海也好，没有照过面，就没有打过照面就一直就没有打过照面那么什么意思？什么情况你看，中国解放军的演习，一个是在舟山群岛一个是在西沙。西沙大家知道在什么位置吗？就在海南岛的西边在离南海、离南中国海、离台湾海峡位置都非常的遥远，其实是非常的遥远。虽然他的新闻稿讲的是所谓的台湾海峡南北两端，其实是南北两端差了好几百公里的那种距离那么什么意思？我来描述一个这样的状态，是想呈现一个这样的情况，就是什么情况？就是从东海、台湾海峡一直到南中国海这个广大的区域，其实中国海军没有在这边活动，让开了这个区域，而美军从7月份开始到现在，保持高强度的这个频繁出现的这个状态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现在的这个态势，就是美军在这两个区域保持一个高压的状态。保持这种高压的状态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一个，为什么？就是美方在南海策略方，美方在南海的立场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改变。7月15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一个讲话，他在这个讲话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中国在南海的主权要求是非法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改变啊，就是说中国在南海的九段论啊，这个九段论是不成立的啊，不承认。蓬佩奥7月15号的讲话，他这么说，他说世界不会容许北京把南中国海视为自己的海上帝国，美国与东南亚盟友和伙伴站在一起，根据国际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保护他们对近海资源的主权权利。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态度的转变，直接改变了什么？改变了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以及在台湾海峡区域的立场和态度。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为了防止擦枪走火，我们最近也有消息啊，说中国通过各个渠道啊，向美方传递一个信息，我们不会开第一枪。什么意思？就是为了防止出现，就是因为美国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的立场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美军在南中国海区域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保持非常强的态势。那么为了避免出现这个擦枪走火，中国的态度也相应变化，缩回去了，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今天讲这个题目，其实核心的就是呈现一个这样的态势给大家看，就是随着美方在南中国海议题上的强硬立场，中国往回缩了啊，中国往回缩了啊，这是今天的其中一个主要的议题，就是说美方的态度很清楚，只要你出来我就上，就这个态度。你不是说演习吗？13号说演习，我14号李根浩就去南中海演习，就这个态度啊。那么这是一个啊，我们今天再讲一件事啊，另外一件事就是川普总统昨天星期五啊，发布一个行政命令啊，要求这个字节跳动公司在90天之内把这个 TikTok 撤资啊，从这个 TikTok 这家公司撤资啊。这件事情是什么意思啊？我看到有人，为什么我要讲这个题目的原因，是因为现在有人在推特上面讲啊，各种各样的解读啊，其中有一个解读就是你看川普总统退了吧，把这时间拉长了吧，拉长就是退了吧，3个月他都不一定在这儿了啊，是这个意思啊。我就把这件事情跟大家说一下啊。川普总统在行政命令说是这样说的，他说有可靠的证据相信啊，字节跳动可能正存在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啊，那么所以他就要采取一个这样的行动，要求字节跳动在90天之内从这个美国这个 TikTok 啊这家公司撤资啊。那么上个星期川普总统发布的另外一个行政命令，就是限45天之内禁止这个字节跳动和这个微信在美国进行交易或者是我们叫这个美国公民啊，叫美国公民，就是实际上是美国公民、美国居民永久居民，包括美国企业、美国的组织，不得45天之内，45天之后，美国的这些主体啊，不能和微信和字节跳就是微信和 TikTok 交易啊，是一个这样的事情啊，这样的行政命令啊。那么这一次呢，是把这个要求字节跳动在 TikTok 这家公司撤资啊，就是卖掉它的股权啊。那么这两件事情有什么关联？这两件事情有直接的关联啊，一个45天之内不得跟他，45天之后不得跟他交易，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家公司很难在美国生存。其实无论是 TikTok 也好，这个微信也好，一定会离开美国市场，这是第一件事啊。就是说，你看上一周的行政命令意味着 TikTok 或者是微信离开美国市场。这个行政命令是3个月之内啊，字节跳动要把它在TikTok 持有的股权卖掉。这是2个不同方向的事情啊，2个不同方，一个是这个公司本身，一个是这个公司的股东啊。有人说，川普总统把这个时间拉长了，不是，川普总统不是把这个时间拉长了，川普总统是把这件事情分成2个部分来进行，一个是股东有关系的股东，一个是公司本身。那么有没有可能影响这个微软对它的收购呢？是有影响啊，有影响。如果微软收购这家公司，收购这个 TikTok， 我们不说 TikTok 在加拿大在其他地区的业务，我们只说 TikTok 美国啊。如果微软不能够确认川普总统会出另外一个行政命令，什么行政命令？就是取消 TikTok 的禁令川普总统有2个禁令，第一个禁令就是 TikTok 在美国经营的这个禁令，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字节跳动卖掉 TikTok TikTok 美国的股权，这个不管，这个对微软没有任何影响。但是这个禁令是对微软有影响的。如果微软不能够拿到这个川普总统的承诺，就是说他收购了这个 TikTok 美国的股权，那么川普总统会终止之前的禁令。如果他拿不到这个承诺的话，他就不会收购，他无法收购，因为45天之后，如果这个禁令就开始发生的话，他收购了它，等于是一块废铁啊，这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啊。所以这2件事情有关联，但又是不同的方向啊，又是不同的方向。它等于在这件事情上加了另外一把锁，就是前面加了一把锁，前院加了一把锁，现在后院也加把锁，就是等于就出不去的了。就是不管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不管微软收购不收购美国 TikTok 这件事情都会在90天之内， 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在90天之内都会结束，一定是这样啊，一定是这样。那么这件事情跟什么有关系？其实跟我们之前讲过2次啊，就是关于这个国务卿蓬佩奥提出来的清洁网络运动清洁网络计划有关系啊。清洁网络计划其实是一个什么呢？其实是一个，我们讲，其实用现在的角度来看，其实它是一场战争啊。这是一场什么战争？这是一场新形势下的新形态的战争啊。我们之前讲过清洁网络是什么？清洁网络包括5个方面：清洁的下载商店清洁的网络供应商或者电信供应商，清洁的电缆，清洁的云存储，还有一个清洁的什么？清洁的手机就是它其实是全方位的和中国脱钩，就是说你的电信公司不要到我这里来，我的电信网络你不能碰到我的电信网络你的电信公司不能在我这里经营国际长途业务，这是一个。第二个，我的电缆不要碰到你，你不要碰到我的电缆，就是隔离开，我要跟你电缆要隔离开这是第2个。第3个，云存储你的云存储公司不要碰我的国民的个人数据云存储还有一个就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下载商店，就是美国的手机里的下载商店不能够有中国的软件或者是应用程序。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就是你的
手机中国的手机中国用户的手机里面不能有美国的应用程序，这就等于是什么？等于是完全隔离开，我们就这叫什么？这叫数码脱钩。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蓬佩奥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开始找盟友，开始找他的盟友利用美国的地缘政治的优势找他的盟友干什么？联合起来和中国进行这种数码脱钩。当你进行联合起来数码脱钩的时候，这就相当于发动了一场战争。为什么？因为大家要知道，我们回顾一下战争的意图是什么，战争的目的是什么。战争的目的有2个目的，第一个目的一定是政治目的，战争从来都是政治的延伸，两国政治的延伸。当你政治手段没有办法达到你的政治目的的时候，你就采取了一个极端的手段，就是战争。你可以看二战它纳粹侵略，它首先是它的政治目的达不到，没有用政治手段或者其他手段没办法达到它的政治目的，它去打仗一样的。所以战争首先是它的目的是什么？它达到它的政治目的，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看清楚，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它的政治目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战争还有通过战争的手段是什么？战争的手段就是伤害对方，摧毁对方的力量，摧毁对方的意志，造成损失，人命伤亡损失，经济损失，让整个国家瘫痪，然后最终失去什么？失去反抗的能力和反抗的意志。战争的目的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让你屈服，就是让对方屈服。屈服就是通过摧毁你的整个的运作的能力，就是这样的效果。那么你看，冷兵器时代也好，热兵器时代也好，都是循这个模式开始的。那你看一下，来到了信息化时代，大家想一下，有什么不是通过网络进行的？所有的都是通过网络进行的，没有不是通过。信息化时代其实就是网络化时代，大家理解吗？你想一下，如果一个国家跟你另外一个国家发动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是不流血的战争，这场战争的结果是什么？你一样全面瘫痪，失去了反抗的能力，这不就是战争了吗？如果美国真的对中国发动一场网络战，那首先隔开，然后进行网络战，那一样可以达到一场核战争也好，热战也好，什么航空母舰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但是它不同的在哪里？不同的既不消灭肉体，也不消灭物质，它只是让你瘫痪掉，失去反抗能力。这其实是什么？这其实是新时期的新的一种战争模式我们在这里讲一下就是说我大概的讲，因为这件事情已经讲过好多遍了我最近的对这件事情的考虑就是说这件事情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刻要长远，要更具有战略性。我讲的是蓬佩奥国务卿在最近在推动的这个清洁网络计划。蓬佩奥国务卿推动的这个清洁网络计划，而且他把这件事情推广到他其他的美国的其他的盟友和伙伴的国家，这就是一场战争，这就是一场新的战争形态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请大家务必要留意务必要留意。但是我讲的是什么？我讲的是我们叫数码脱钩
数码脱钩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一定要有新的认识这件事情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大体上就是这样吧，大体上就是这样，因为有2条大家要小心就是说目前中美之间的这个态势无论是军事上的政治上的地缘政治，比如说像台湾比如说像香港的热门议题经济上的中美贸易中美贸易谈判，你看中美贸易谈本来今天要举行的，结果取消了你可以看到中美关系现在进入的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昨天讲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无线电静默期无线电静默期表示什么？表示双方已经失去了接触性。大家要知道2个国家无论在什么状况之下，特别是像中国是世界第2大经济体，美国是第1大经济体这2个这么大的国家，他们如果失去了接触性的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两个国家进入一个高度对抗的状态，大家双方失去了互信，失去了互信就不接触了，不接触是个很危险的事情。2个大国在很多领域都会有接触跟碰撞，但是如果你不再接触的话，这是有危险的这是有危险的。所以我们还是要保持警惕时刻的掌握什么呢？时刻的掌握中美2国之间的新的动向，这些动向随时会影响什么？影响整个世界的格局，影响是非常大的这里面有2个误区，大家要了解。第一个就是有一些我看最近有很多网络上的言论就是说一方面呢就是夸大中国的实力夸大中国的实力这双方要看怎么打这个战争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夸大其词中美之间的军事上的实力差距是非常大的非常大的那么所以我不觉得中国会主动挑起一场战争这个是自取灭亡的行为。那有没有局部性的冲突局部性的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存在但是你说中国主动挑起一场战争，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存在，因为双方实力差距很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网上还有一些言论讲就中共马上就要倒台啦，这个一格子就完蛋了，这也是不对虽然中国经济现在很差中国现在有很多的问题，非常多，很多问题甚至非常严重它有很多的脆弱性，中国经济有非常多的脆弱性，中国这个国家政体有非常多的弱点就是它也很脆弱，其实中国这个国家也很脆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什么，并不意味着中国那么容易就改变了，或者是中共那么容易就下台了，这也是一个错误的观念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中国仍然是世界上第2大经济体中国每年的 GDP 还有100万亿人民币中国每年有2.5万亿的贸易对外贸易这是一个很庞大的经济体，但是这个经济体又非常脆弱，它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大概需要这么去看待这件事情，就是中美之间现在高度激烈对抗，在各个领域很多领域10个8个热点问题每天都会出现新的状况这我们每天看到的都是历史，这是一头。另外一头中国这边有很多的问题它面对从中共执政的角度来说，它现在的处境基本上过去20年最差最差的，中国经济是过去20年最差的，所以而且它的这个问题和情况还没见底，现在还没见底，还继续往下掉
这是一个大的局，我们要掌握这个局。我们看我做这个节目也是要把这个局里面的各个细节不断的向大家报告，但是我会定期的给大家一个全景式的图画，大家要清楚的知道目前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好吧，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那么我们就下面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呢，我口播一段啊赞助信息啊，感谢尊家金融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啊。尊家金融是智能化投资顾问平台，美国 SEC 持牌机构，20年量化投资经验，美国 SIPC 为每个账户提供上限50万美元的保障。尊家金融的智能投资服务面向高净值的人士，打造服务百姓的产品。感兴趣的朋友请留意视频下方的简介。我直播节目之后，我会把他这个公司的简介贴到这个节目的介绍里面啊，请大家留意，好吗？好，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我也请大家不要聊天啊。那么3个情况、问题、观点，那么我们尽量的简洁，让我们整个的这个互动环节能提高效率，尽量的能够把大家的问题啊、观点读完。因为我还是那点啊，我还是想说，就是我们的网友特别是参加直播的网友，藏龙卧虎，有非常多的真知灼见，我也非常想尽量的把大家的问题和观点读完，好吗？好，我们现在进入互动啊。好，今天我们没有那个什么了，今天没有那个什么，我必须自己来看了啊，必须自己来看啊。先鸣谢一下啊，先鸣谢一下。蔡海宁，谢谢啊，蔡海宁，谢谢。Blue Cat， 谢谢啊，请王老师喝咖啡，谢谢你啊。好，我现在开始。我今天因为没有整理，所以我会慢一点啊，会慢一点，请大家就不要聊天，好吗？这个雷声大雨点小，美帝打伊拉克都用了5个航母战斗群，要真打的话，至少要8个航母战斗群从渤海到南海一字排开。不过，亮死中共这帮兔崽子不敢打，内战内行万只会关门打仔。我觉得是这样啊，大家如果你拿着地图啊，至少要啪啪啪啪啪把航母战斗群排开，一字排开，也许是这样，但是打仗并不是那么我们在地图上就能看得清楚的啊。观点啊，在数字战争的战场上，中共必输无疑。这样会对中共统治能力无疑会产生巨大的压力，这样是否会导致中共先下手为强的冒险行为？他怎么样先下手为强呢？下不了手啊，在数字领域他怎么下手为强？好像没有，我不觉得他有这个，他没有这个手段啊，先下手为强啊。你说发动一场战争，我觉得我不大同意啊。提问：王老师能将当下中美与当年的美苏冷战做对比吗？其实我们上一个视频讲了，实际上是昨天的视频啊，把中国现在的情况和当年苏联的情况进行了一些对比。你可以去参考一下那个题目啊。
但是你说现在的这个中美之间的对抗和当年的美苏的对抗，有没有共同性？有共同性，有共同性之处在哪里？它的共同性就是仍然是意识形态之争。美苏之争，其实美苏所谓冷战是意识形态之争，这个是没有疑问啊。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中美之争其实归根结底也是意识形态之争。有人讲这是文明之争，我不同意啊，不是文明之争，是意识形态之争，是中共的意识形态和美国的生存方式它的不相容，他们就是这个之争。所以这个就是说美苏的冷战和现在的中美对峙或者是中美的对抗，第一个他们的共性都是意识形态之争。但是蓬佩奥国务卿也说现在的中美之争并不是冷战 2.0， 我也同意，我也不同意这是中美现在的对抗是冷战 2.0。 为什么？它的形态完全不一样。因为过去20-30年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和各个层面和西方包括美国结合在一起，美国是没有办法像当年对付苏联那样大家泾渭分明，然后架起飞机大炮来进行威慑那当年的模式是这样，楚河汉界大家讲清楚。那么现在不行，现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有很多企业在美国，美国有很多企业在中国，中国有很多人在美国，美国有很多人在中国，等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已经没办法用那种形态进行对抗，那他就必须什么？必须采取一个新的对抗方式，所以它是不一样对抗的模式、对抗的理念都会不同都会不同。所以我刚才讲网络这件事情。网络可能是一个新的战争形态，因为它也可以让你瘫痪，无法反抗，一样的提问，请问王老师，中美关系交恶是因为疫情对美国重创才导致美国对中国的敌意吗？美国的真实目的是要和中国脱钩，还是惩罚甚至推翻中共？美国的意图。第一中美之间为什么会交恶？我们讲过很多期节目你可以去看一下，我就不在这里，因为简单的笼统讲很容易误导，所以我不想再说中美之间关系破裂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你可以往前翻一下我们的视频，好吗？这第一个。第二个，美国的意图是什么？美国的意图就是两个，第一个，保护自己的安全。就美国所有的总统，他第一个任务是什么？他的美国宪法赋予总统的第一责任就是保护美国的安全这第一个，他的第一个意图。第二个意图有没有推翻中共的意图？不知道，我们看不出来但是肯定是要在对抗中打击对方，防止对方这个威胁我的安全，这个肯定是有的。但是打击对方有很多方式其中有一个方式就推翻对方的政权，这是一种方式那么美国是不是现在已经动了这种杀心，说我就跟整个中国对抗，那代价太大，中国有14亿人口，我是为什么要跟中国对抗呢？我不跟中国对抗，我只对抗中共。对中共我也有9000万人，我也不想打那么多人，我只对抗中共那些死硬分子，会不会是一个这样的策略呢？你可以从现在美国官员的说法，美国官员现在一讲都不讲 China 就讲什么呢？中共中共的把所有的责任都让中共背走，他有这个方向，但是他并没有明确的说要推翻中共的政权，没有这么讲。但是他后面有没有这么想，不知道。
我现在还看不出来啊，看不出来啊。观点建议王先生在后面的墙上安装一个电子钟，大屏幕，随时展示图片、视频和地图等。这个我们会做一些安排，我不会在后面做动作啊。我们还是会什么呢？我们还是会在大家的节目当中呈现啊。这个我们在准备啊，准备这件事情。谢谢你的建议啊。我不会在后面，因为我们还是要考虑我们的节目形态的问题啊。如果我把很多的内容的重点放到后面的这个电子屏也好，屏幕也好，或者是看板也好，我们的节目形态就会发生变化啊。那我会干什么呢？我们会想办法在我们的视频的过程当中插播一些我们需要插播的资料啊，这个可以做到，这个是可以做到的。我们现在也在准备啊。请大家在前面加2个字啊，加这个观点啊，提问好吗？观点：数字化人民币在加速推动中，已经从原来的试点推进到28个市，幻想独立于美国的金融体系之外，自己搞一套，抵抗美国的金融制裁。国内对数字货币热捧，完全被中共国忽悠进去了。那数字货币这件事情，我们大概至少有3个视频讲过数字货币啊。数字货币其实中国推进的很急啊，基本上是全世界中央银行里面啊，人民银行是所有中央银行里面最积极推动数字货币的啊。为什么？中国这么着急推动数字货币？数字货币有没有功能让就是绕开什么美元结算呐、等等，有没有这些功能呢？没有啊。如果一天人民币有一天不能够进行自由兑换，那么人民币数字货币也不能够绕开美元结算，这个关卡。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第一个就是现在的人民币做不到的事情，数字货币都做不到，这是第一条，大家要记住啊。只要你说你是数字货币能够做到什么，数字货币能做到人民币现在能做到的事情，但是现在人民币做不到的事情，数字货币也做不到。数字货币的特点是什么？数字货币的特点就是数字化，它跟现钞没有区别，它就是数字化的现钞，就有点像什么？比如说你装在手机里啊，这个电子钱包装在手机里啊，它的特点是什么？它就算是没有你手机没有网络，它也能够交易，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它可以装很多钱，它不用拎那么重的钱，这是第二条。第三条，它可以匿名交易，就是说它支付的时候没有名字，这跟现金其实是一样的，现金有这样的特点，就是没有名字，匿名交易啊，现金也可以匿名交易啊。那他为什么这么着急呢？就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人民币是没有自由兑换的。人民币没有自由兑换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它其实是人民币其实很容易被其他货币侵入，就是当你经济没那么强势，你的货币也没有那么强势的时候，突然有一个超级货币出来，人民币就有麻烦啊。你比如说像 Facebook 它是在准备做一个平衡币啊，之前讲的是货币啊，它现在改了，因为受到这个中央银行的抵制啊，它这现在改成平衡币。如果这个东西出来的时候，而人民银行它没有自己的数字货币，或者是讲在中国市场没有数字货币的话，如果 Facebook 或者是其他什么的超级货币诞生了，人民银行可能又遇到一个非常无法解决的问题。
所以人民银行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很积极的原因，这是一个防守的策略，这是第一条，大家记住，人民银行现在积极的推动数字货币，大部分大家现在外面讲的各种各样的目的啊，这个又是什么韭菜割韭菜等等，割韭菜不需要数字货币啊，现在就能直接割，说啊又监控你的账号啊，监控你的这个银行里面的资金的往来啊，不需要数字货币，现在人民银行全部都能干到。你现在指数字货币能做到的事情，不需要数字货币，人民银行全部都能做到。所以大家因为银行已经全部数字化了，所以大家的这些一举一动全部都清清楚楚啊，跑不掉的啊。特别是中国现在没有底线的这种穿透式的监控，更那什么，大数据加上加上人工智能这种穿透式的监管，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需要数字货币。你现在市场上推特啊，各种流传的各种说法都能实现啊，这是第二条。第三条，想用数字货币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有一定的便利性，但是啊，一件事情永远是有正面也有反面啊，就是说数字货币它让人民币跑到海外去，当人民币跑到海外去越来越多的时候，人民银行会遇到另外一个麻烦，什么麻烦？人民币汇率的黑市就会出现啊，就是说人民币就会出现黑市，人民币出现黑市就会影响人民币官方汇价，人民币汇率会受到影响，所以他们并不敢让太多的人民币跑到海外去，所以这件事情会走一段，但是走不远。所以大家不要把人民币数字货币啊，人民币的数字货币看得太高，看得太神话，没有那么厉害，没有那么厉害啊，那是言过其实啊。观点：中华民国3个外岛金门、马祖、东引每年都有固定综合演习，而且直接在台湾海峡上，蔡政府可以考虑比照加强宣传。 OK， 观点我又不见了，我又找不到了，你现在又碰见这种情况啊，这效率是不够高啊。提问：央行急推数字货币有什么试点应用，有什么目的？是否跟现在的外汇管制有关系？没有关系啊。数字货币真的只是一个，我认为人民银行只是一个防守性的动作，在其他的货币，数字货币，特别是那种超级货币出来之前，先用数字货币在中国市场上铺个底啊，把这个应用做起来，把使用做起来。等其他的东西来的时候，我这个市场上我已经占有市场了，那么其他的货币来我不怕，大概是一种这种思路啊，没有那么神话。数字货币就是说，我还是那句话，大家要记住，现在的人民币做不到的事情，数字货币也做不到啊，做不到啊，它只是提供便利啊，就是说我要拎着10万人民币挺沉的，装的手机里面很轻便，只是这个而已啊，没有太多的，还有应用场景会方便啊，刷啊这些都很方便啊，又不用数钱，对吧？啊，提问：把共产党逼急了，他们会不会选择继续投放病毒？这个假设性问题怎么答？你让我怎么答？观点：中共的军队是保护中共，镇压和恐吓中国人民。中共的军队有一个基本的矛盾，中共把解放军叫做人民子弟兵啊，人民子弟去参加的部队啊。那么理论上，一个国家的部队，你应该忠于这个国家的人民，但是中国的部队不是，解放军的一句口号叫什么？人民军队忠于党。他说是号称是人民军队，
可是他不忠于人民，他是忠于党，这就是一个基本，就是我们讲他军队的属性有问题，他就没搞清楚他忠于的对象，他应该忠于人民才对，结果他忠于党去了啊，这就是中国军队的最大的问题，它就是最终会产生重大的问题，就在这里啊。提问：是否数字脱钩以后就没有办法翻墙看到您的节目了？数字脱钩没有，跟现在的情况其实是差不多。它要改变的是什么？它要改变的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啊。那么，如果你还能翻墙，理论上你还能看到我的节目，我觉得是这样啊。我不知道真的完全脱钩之后，它产生的影响有多大，我真的不清楚啊。大家要写问题啊，如果没写问题，我都不念的。观点：我觉得粮食危机并不会给中共带来多大的伤害。当年大饥荒饿死那么多人，依旧没有事。中共的崩溃只有可能出现继承人的问题才会出现吧？我是这么看啊。粮食危机根本的危机是什么？背后的核心的问题，我认为是外汇，并不是粮食啊。为什么？因为国际市场有足够多的粮食啊，那么中国的粮价比国际市场要高30%到40%，它有足够的价差啊。那么只要有需求，如果中国国内市场粮食不够，而这个官方的这个渠道又不通畅的话，一定会发生一件什么事情？走私。一定会有大量的粮食走私进来，因为有利润，有利可图啊。因为国际市场你国内差这么多，那为什么不走私？一定会走私。所以我从这个供应和市场的角度来看，我不觉得中国会有粮荒问题，它会有局部的就是我们叫供应上的这个不足的状况，但是不存在粮荒的问题，因为只要有价格差，就会有人把这个粮食搬来，因为他能挣钱，而且挣大钱，所以这个问题不是太大的问题。核心的问题在哪里？我认为中国的所谓的粮食危机，其实核心的问题是外汇，就是说，当你需要用大量的外汇买粮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有问题。因为什么？因为中国现在外汇紧缺。外汇紧缺会影响粮食供应，这是一个大问题啊。所以从本质上来说，粮食的问题是外汇问题，而不是粮食本身的问题。因为现有的条件是能够解决粮食供应的问题，因为市场的力量比我们想象的大啊。打野猪和青山依旧，墙是单向的，粪水能出来，清水进不去。国内民众一旦知道了真相，他们的政权就危险了。你以为他们花那么多钱成本控制言论是闲的吗 ？OK， 好吧。观点：打伊拉克都是30年前的战争了，现在摧毁一个国家需要军队吗？网络、金融、病毒，哪个不是更有威慑力的？是这样。我觉得网络的力量也是非常大的啊。你想一下啊，是不是这个道理啊？观点：美国应该全面性支持推翻中共，这样中国就能变成一个全面性开放、自由透明的市场。我是同意的啊，我是同意的。我觉得美国也可能正在发生一个这样的转变啊！你可以看，在过去这么多年啊，中国跟西方交往的过程当中，西方都有一个不碰的议题，什么议题？就是推翻中共啊！
那么这次中美之间这个对抗，会不会他开始调整他的战略？就是我不跟中国打，我跟中共打，我想办法推翻中共，我只省好多事，对吧？会不会采取这个战略？不好说，现在没看到迹象。但是我觉得合理化的，就是合理的一个思路，应该是这个思路啊。提问：经历了70年的共产主义之后，中国人应该觉醒了。台湾的中华民族三民主义能够占据道义的制高点吗？台湾的三民主义并不能占领道德的制高点，为什么？台湾的三民主义也用的是美国式的民主啊，所以其实为什么要去用台湾的三民主义呢？它不是更局限吗？我觉得第一，三民主义并没有道德的制高点，这第一条，它只是一个民主的进程的一个模式而已，这第一个。第二个，用中华民国的三民主义来考虑这件事情，未必那么受欢迎，未必那么受欢迎啊。观点：货币只是形式，监狱里还用烟当货币呢？货币是形式，对，货币既是形式又是本质。你见到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形式，但它也是本质啊，本质跟形式是一致的啊，一体的。观点：中共已经来过一次网络战了，就是他们自己建网络防火墙，非常正确。其实中共已经早就开始打这个仗了。情况其实数字货币界的 USDT 才是背景深厚的稳定币，美国政府搞了几次没搞定，不知道，我没有听说过啊。观点：如王先生曾说，中共是不会打台湾的。反转过来讲，如果台湾现在宣布独立，中共就有两难的地步，一定崩溃，但可能生灵涂炭。中共崩溃，为什么我经常听到有人讲中共一崩溃就生灵涂炭？我觉得中共崩溃不一定生灵涂炭，而且我觉得大概率是不会生灵涂炭，因为有中共在才会生灵涂炭，是吗？所以中共崩溃，说中共崩溃生灵涂炭，我认为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中共恐吓老百姓的一个说法啊。情况：大陆浙江一个县的农村开始推广公分制、供销社，让人笑掉大牙。我们看过了，前天好像有人已经说过了啊。我觉得那是拍马屁的一件事情。观点：中共的数字货币也是中国特色的，不是我们所说的数字货币，没有让外人会用。数字货币其实呢，中国的数字货币其实就是数字现钞啊，这个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东西啊，是一个常态性的东西。怎么又跑了呢？情况：美国就是在留个假想敌，中共逗着玩，真要灭共，直接 X39直接斩首，七常委就结束了，世界一瞬间就太平了。这种想法是很危险的，没有那么简单啊，哪有那么简单？我不相信啊！如果那么简单的事情，早就有人干了，好吗？我不相信啊！要和中共对抗，要和中国对抗，那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啊！他们绝对不是一个人就死那么简单啊！听说在印度禁 WeChat， 但是可以翻墙继续用，在美国也可以吗？我估计也是这样。如果美国禁了的话，也是翻墙可以用啊，因为你都翻了墙嘛。提问：美国议员提出让中国还建国前的1万多亿美元的贷款，有可操作性吗？我上次答过，我们不能够只分析常理啊，因为涉及到这种问题，它涉及到很多议题，
包括国际法，包括国内法，包括之前的这些法律的关联关系，不是我们坐在这里一拍脑袋就能下结论啊，那真的需要法律专家来讨论这个问题。而且需要很多领域的法律专家坐下来讨论这个问题，而不是说我是个律师，我懂法律我就能讨论，不是这样。所以这个议题不能够简单的拍脑袋说啊，你既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了中华民国的法统地位，对吧？你继承了这个国家，又继承了这个国土，又继承了这个国民，那你理当应该继承他的债务，所以你应该还这个债。常理上说，这个逻辑上通吗？通啊，但是通不一定能行得通，就是不一定能有操作性。所以这个问题，而且提出这个问题更多的也是政治性啊，政治性，好吧？我只答有提问前面这2个字的啊。提问：现在使用微信、支付宝不是跟数字货币一样吗？为什么一定要数字货币啊？不就是为了控制中国老百姓吗？就是我们不要喊口号。支付宝也好，微信也好，它中间跑的是什么？跑的是钱。但这个钱从哪里来？这个钱从银行来。那么数字货币是什么？数字货币是从人民银行来。那么这个支付宝也好，微信支付也好，它是什么？它是个第三方支付，它其实是个什么呢？它其实是个通道，就把你的钱交给他，理解吗？就是他的支付宝也好，微信也好，他就是把甲方的钱给到乙方，他的任务就是一个这样的任务，他不管钱，钱是谁的？钱是银行的。钱都在银行账号里面。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支付宝也好，微信也好，它建一个水池，把你的钱装到我的水池里，然后呢，你要给他是吧？我再把钱装到你的账号里面去。其实两头都是银行账号，连接的是你的银行账号。微信也好，支付宝也好，它叫第三方支付，它不是发行货币的啊，所以它只是第三方支付。这个水池呢，把钱放到水池里面来，然后在水池里面从你的账号把钱拨到他的账号里面去，再从他的账号拨钱拨的另外你想支付的那个人的账号里面去，是一个这样的动作，他完成一个这样的动作，就帮你支付掉。那么这个和数字货币完全不一样，数字货币是人民银行直接发行一个货币，发行给谁呢？发行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呢把这个数字货币再发行给你，你呢就不用经过第三方，你直接可以把你的电子钱包里面的就数字货币，我们叫数字现钞，直接交给你想交给的人。那如果对方有电子钱包，你直接可以给他，不用经过第三方转接，直接就可以给他大概是碰一碰就给他了，大概是一个这样的动作啊，所以完全不是一回事。控制老百姓这件事情，我们不要喊口号啊，喊口号没有用啊，没意义。我看一下提问：如果王先生所说的数字货币的优点是可以不带那么多钱，那么信用卡不是也有这种功能吗？为何要多此一举？好问题。信用卡呢信用卡是一种信用啊，你花的钱是银行帮你垫，然后你到月底呢再把钱还给银行，所以呢你在花你没有的钱，信用卡是你在花你没有的钱，银行帮你垫付啊，信用卡中心帮你垫付，然后你再给他找钱，大概是一个这样的关系。所以信用卡跟电子货币完全不同，电子货币是你必须你的账上有钱你才能付，它跟第三方支付也不一样，它跟第三方支付有同样的要求，就是第三方支付你得必须账上有钱，那么数字货币也是你的钱包里必须有钱你才能花钱啊，跟信用卡不同，信用卡你没钱
你能花钱，因为银行帮你垫钱，就是这样啊，不一样的啊。提问：敢拿数字货币去购买走私违禁品吗？你不应该去买走私违禁品吧？敢不敢？跟敢不敢没关系啊，应该不要去做这种事情，好吗？提问：互联网兴起以来，传统媒体越来越式微，订阅收入下降，依靠广告和点击数，会不会新闻质量越来越媚俗？新闻业的未来会是怎样？我最后答3个问题啊，这第一个问题啊，媒体的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啊，新的阶段是什么呢？就是自媒体啊越来越多，包括我啊。那么媒体呢，在此之前都是有组织的啊。那么报社、电台、电视台、互联网的媒体，比如新浪啊，比如说这个等等啊，这叫头条新闻啊等，它都已经电子化，但是它是个组织啊，在组织做一件这样的事情。那么进入了我们叫自媒体时代的时候，就很多就没有组织了。就像我就是一个人啊，那我有一些帮忙的网友啊，有支持的助理啊，会帮我们来做一些事情。但是基本上我是一个个体，个体能够做这件事情就能发生了。这就让什么呢？这就让新闻的形态呈现了各个形态、各个样子啊。组织还在。那么个体又在啊，那么就它开始进行一些变化，这是第一个啊，就是说你现在可以看到不同的新闻组织形态啊出现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么原有的传统的媒体，它面临2大问题。第一个问题，它的受众不见了，它原来比如很多人原来买报纸看报纸。现在没人看报纸，报纸它的观众，报纸的读者没有了，观众甚至很多人原来看电视，现在不看电视，直接在 iPad 啊，在电脑上，在手机上看，所以它观众不见了，观众不见，很多传统媒体就消失了，或者是报纸，它失去了大部分的读者，它只剩下少数读者，那么这个新闻机构就开始萎缩，就变小。这个大趋势是没有变的，甚至现在新闻媒体，就是网络新闻媒体也在被淘汰当中。就是网络新闻媒体，它的流量也在下，因为越来越少的人在电脑上面看新闻，都跑到手机上、跑到 iPad 上面去看，那么那个形态又不一样了啊。所以传统的新闻网络媒体也在被淘汰当中。所以现在的问题，最大的问题，第三，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现在的媒体也好，传统媒体也好，新兴的媒体也好，它面临一个共同的特征问题是什么？就是介质不稳定。就是我们现在讲啊，我们这个大家在手机上看，你确定手机未来就一定有吗？会不会变成眼镜呢？或者甚至变成手表呢？或者变成其他的？现在有人说在之前有各种穿戴的设备，现在穿戴设备又没人说了啊。科技一日千里，那么我们就讲一日千里，科技发展的这么快速，出现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对于媒体来说，就是你的介质不稳定。介质不稳定，你的新闻形态也就不稳定。所以现在我们都感觉，所有人都会觉得，在这个行业里面，都会觉得我们现在做的这件事情都是个过渡性。可能有一天新的介质出来，一下子把所有的表现形式全部消灭掉都不一定。所以呢，你看一个媒体就是3头啊，3个要素，一个是新闻体，一个是介质，一个是传播者啊，永远是包括这3样东西。介质就是报纸、电台、电视台，或者是手机，或者是电脑，这叫介质。受众就是观众啊，还有一个就是传播者，就是把这个信息抓来传播给大家。那么这2个介质的不稳定，造成了什么呢？造成现在的新闻
新闻媒介发展的一个不确定性啊。目前我们现在遇到的情况就是这样啊。问题：数字货币会不会更大的方便大量现金带出国门？我觉得很简单，它在数字钱包里面做一些小小的设定，就可以防止这种情况了啊。所以大家不要把科技想得太简单了啊，没有那么简单的啊。最后一个，问了德国人为什么还喜欢用现金，回答：为了节约，每次购物付现金多了，下次就会注意购物开支。中国人用数字货币就会加强购物开支。OK， 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用信用卡一定会比这个记账卡花的钱多啊，大概是这样。好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感谢一下啊，感谢一下。这个日本朋友，这个日文我就不会读了，谢谢你啊，谢谢。然后我再来，好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